怎么等了10几分钟，人还没到？我算到延长我寿命的方法，似乎能在阮家找到。不是在山里长大的吗？这气质，感觉帝京那些富贵人家都比不了。欢迎大小姐回家，老爷夫人都在餐厅里等您，我带您过去。亲女儿回家，他们倒是淡定。曼曼，没事儿啊，家里那么大，你要是不想见她，可能连面都见不着。要不是老太太把事情闹大，她就进不了我们阮家的门。是啊，曼曼，你别难过了，她来也不一定全都是坏事啊。你跟谢家那个植物人的婚约，正好由她来结吧。先生、夫人、小姐到了。姐姐好，我叫阮如曼。我们年龄一样大，不必叫姐姐，叫我江怀雪就好。你已经回到阮家了，是阮家的大小姐，怎么能姓江呢？我跟阮姓没有缘分。姐姐的意思是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想多了，你还没资格。曼曼好心跟你打招呼，你就这样挤兑她？我只是陈述事实。你额头平宽，少年妇，可惜生在秋末是枯木，眉波打钩，富贵难久。要不是地经属水养着，运势早崩了。什么？你运势这么弱，怎么可能影响到我？我看你就是在山里学了一些旁门左道，回来之后就满嘴胡言。爸，别生气了，姐姐就是在山里待久了，变得刁蛮了点，她不是故意的。信不信由你们。带我去房间。是，这边请。哟，姐姐就穿成这样去学校，也不怕被同学笑是山里来的。衣服是穿给人看的，不是给嘴说的。哎，算了，跟你这种没见识的人说不通。同学，请问艺术楼的 B 栋怎么走啊？哎，连路都不认识，乡下来的吧？你这玉坠是你哥送的？啊，是我哥哥上个月送我的，说是能保平安。怎么了？这玉坠沾了他的气。不过他现在碎成这样，说明你哥这段时间可能得注意一点，最近让他别开车。艺术楼 B 栋在那边，但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赶紧给家里打电话。切，又开始装神棍。哼。喂，谢谢老师。奇怪，明明算到一线生机在这儿，怎么跟找信号一样，时强时弱？这人身上居然有紫气，可他的紫气并不是从自己身上飘散出来的，更像是长期跟在某个人身边被不小心沾上的。同学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你家里是否有人遇难？你说什么？难道我跟表哥的关系被人曝光了？
没有的事，你听谁说的？记错人了吧？你出身富贵，父母感情不错，有个早夭的姐姐。你9岁时应该搬过家，换个城市遭逢贵人，命格才有了变化。你遇到的这位贵人应该和你有亲缘关系，大概是……姐，祖宗，求求您别说了，您再说都把我家里老底儿给揭穿了。不要在我面前说谎，你在我这儿是透明的。您是特工还是什么情报组织的？怎么知道这么多？我是靠算的。算命啊？算命的不应该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吗？可他刚才说的话的确是真的，只是……哎，不对，我家里没说过我有个早夭的姐姐的事儿啊。你可以直接打电话问。喂，儿子，有事吗？喂，妈，家里是不是有个早夭的姐姐啊？你怎么知道？这事儿我和你爸从来没提过。您是高人啊，您这么高的本领，能不能帮我救个人？江怀雪，你又在招摇撞骗！江怀雪，你又在这招摇撞骗！骗人的？你有什么证据表明我在骗人？谁知道你这算命的本事是从哪个山沟沟里学来的旁门左道？就是，如妈好心提醒你，别在学校里丢人现眼。你倒好，真当自己是大师了。怀雪，不是我针对你，只是玄学这种东西太过虚无缥缈了。你万一算错了，耽误别人的事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你刚回阮家，还是想想你自己的事情吧，总琢磨这些有的没的，不像样。如曼就是心地善良，我可是听说阮家要让江怀雪替如曼嫁给谢三爷呢，就是那个在床上躺了3年的植物人谢重言，听说快不行了。真的假的？让他嫁植物人？这下都在传江怀雪要替婚的事，到时候她不嫁也得嫁。说谁快不行了？信不信我撕烂你们的嘴？他居然就是跟我表哥递娃娃亲的人。我看你印堂发暗，是被晦气缠身了，报应马上就来，你好自为之。这大庭广众之下，还能有谁害我不成？哼！哎，大师，我爷爷找了好几个高人，都没法拍胸脯说能救表哥的。你能不能救，我得看见他本人才知道。哎，行，那我们加个好友，周五我给你发位置。好了，走吧。大师，这是我表哥谢重言。妈，外公，我把大师请来了。哎呀，大师您好，辛苦您今天跑一趟。大师您好，请坐。小玉啊，给大师倒杯水。好嘞。喝水就不必了，我看完就走。哎，您请。此气是祥瑞的象征，十分难得，没想到他身上居然会有这么多紫气。大师，您看出什么了吗？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们想听哪个？这好消息。你表哥这次是被人算计了，这个我能解决。给我1周时间，我能把他弄醒。大师，此话当真？自然当真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重言有救了吧？那大师，你说的坏消息又是什么？对，这次他是被人算计了，所以我能解决。但他本身命格奇特，恐怕活不过30岁。什么？
我表哥活不过30，命格奇特，那还有什么挽救吗？这个我暂时没想到，但我能帮他多续命2年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重颜救醒，万一以后找到有新的办法呢？确实，也许以后会有新机遇也说不定。那大师需要什么东西？可有我们谢家能帮上忙的？我自己准备就好。下周6中午，到时候让聂玉去阮家接我。阮家？大师，您是阮建国的孙女？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和重颜还有一桩娃娃亲？难怪算出一线生机跟阮家有关，原来阮家和谢家有婚约。娃娃亲的事以后再说，我先回去了，下周6再见。那您慢走。儿子，快去送送大师。哎，好嘞。爸，你为什么要跟他说这娃娃亲的事儿？现在的年轻人都挺抗拒长辈的这种约定，万一怀雪要是不同意，不救咱们重颜怎么办？我是在提醒他，抱错孩子这种事情确实荒唐，但是既然把亲女儿接回来了，就应该好好的关心。可是你看刚才那孩子身上穿的用的，哪有一样是能拿得出手的？哎呀，爸，我就光看他长得好看，气度又好，不像是小地方长大的。阮家现在把他接回来，怕是另有所图。我听说他们家有个叫什么曼的女儿，和德勇家的儿子走得很近。他儿子叫谢轩，我也听说了，他跟阮家的养女有些暧昧。阮家人呐，估计是舍不得养女，想让江怀雪代替她嫁过来。啊！但是阮家他算什么东西，敢嫌弃我们重颜？爸，那大师他知道吗？不管他知道不知道，我们都提醒他了，这是我们应做的。来，曼曼，多吃点水果，一会儿见到谢家人，嘴巴甜点儿。妈，你说谢家会同意换人家吗？你跟谢轩的事儿已经在圈子里面传遍了，他们肯定会同意的。咱们这叫先斩后奏。走吧，咱们去医院见谢老爷子。走。我准备好了，你来接我吧。重颜这……谢老爷子，我们来看看重颜。你们有心了啊！谢老爷子，我们今天来呢，也是给您商量一下婚约的事儿。毕竟曼曼和谢轩是真心喜欢的。行了，重颜现在还躺着呢，你们就这么急不可耐？慧丽呀，重颜这个样子，我们也是很伤心的，但也不能让曼曼嫁给一个植物人呐，传出去多不好听啊！既然你们已经决定好了，那婚约取消便是。待会儿会有人来给重颜看病，慢走，不送。江怀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他是来给我表哥看病的，你们没事就赶紧出去。哼，江怀雪，你别害人了。重颜哥哥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谢爷爷，这事儿得慎重，他就是会点乡下跳大神的把戏，万一重颜哥哥被他折腾出个好歹来。怀雪，你确定能救活重颜？我从不说空话。
谢爷爷，你别被他给骗了。江怀雪要是真会玄学，把谢重言救醒了，谢重言肯定会跟他结婚，那我岂不是亏大发了？是啊，谢老爷子，曼曼也是担心重言，这事儿做得太冒险了。你这么怕我救活他，是担心自己的好日子要到头了？我就是担心重言哥哥，你少血口喷人。之前我表哥躺在病床上，你不闻不问，现在怀雪愿意帮忙，你们凭什么拦着？我就是觉得我们谢家找不到能人，就得眼睁睁地看着重言躺死，还是觉得你们阮家能替我们做主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怀雪，你动手吧，出了任何事，我谢家担着。雾气腾腾，金光速现，嚯！肯定没用。哎，表哥手动了。这是谁？醒了也没用，肯定是回光返照。你放屁！这里不欢迎你们，带着你爸妈给我滚出去！阮父阮母，我看你们还是先走吧。重言刚醒，需要静养。重言，姑姑，重言，你终于醒了呀！重言，醒了就好，醒来就好啊。怀雪，今日对谢家之恩，谢家人铭记于心，日后若有所需，我谢家无所不从。没想到这姑娘竟如此异能。相遇本是缘分，不必行如此大礼。怀雪，我表哥怎么还是如此虚弱？我们需要做什么吗？别人给他下的咒已经解了，他现在这样多半是后遗症。你们回头找医生来给他看一看，不出3个月就能好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大师，我记得上周6你来看重言的时候，说重言是被人所害，如今可有线索了？谢先生中的咒叫九鬼一运，是咒人道行很深，才会让许多大师都束手无策。那下咒人这么厉害，会不会报复你啊？不会，他不知道我是谁，现在应该已经遭到反噬了。哎，谢先生，你有没有多年携带但在出事前突然丢失的东西？啊，哎有个翡翠的观音吊坠，莫名其妙就丢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当时只有唐叔进入过我的房间。狼子野心，他以为谢家就这么好管吗？没想到呀，谢德勇这个家伙竟敢对重言下如此毒手。我猜也是你们自家人，毕竟如果不是自家人，很难拿到你的生辰八字、贴身物品和毛发血液一类的东西。谢先生，刚才我和那人斗法时，你的那个吊坠应该已经毁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那个翡翠吊坠4、5年前就估价5个多亿啊！那有你表哥的命重要吗？没关系，应该谢谢你，你救了我。怀雪，我想拜托你，先不要把重言已经醒来的事儿告知外人。我想先处理一下我们谢家内部的问题。没问题。我今天只是来看了一下同学的家人，什么也没干。为了防止外人说出去，我再帮你们顺便拦一下吧。
身为玄门中人，竟敢如此不讲情面！不要让我知道你是谁，否则计划败露，元气大损，暂避风头。谢谢怀雪大师。怀雪啊，今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找我们谢家。其实还真有一件事要你们帮忙，但这件事我得先和谢先生单独聊一聊，不知道方不方便。谢先生，我想以婚约之名跟你住一起。江小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想等你身体稍微好一点就同居，以我未婚夫的名义。这是有什么用意吗？啊，忘了你是个病人了，稍等。我是忽然想到一种续命的新方法，但不确定有没有用。这种尝试是让我多延续2年，还是更多年？更多年。毕竟我也得靠你活命，这也算互利互赢吧。那这种方法具体是什么？会对江小姐生命造成伤害吗？不会，甚至对于我来说是有好处的。那就好。那你先给我一些紫气吧。紫气要怎么给呢？直接说。我把我的一些紫气送给江怀雪小姐。果然有用。若是天天都能沾染点紫气，我的寿命肯定能延长。这怀雪呀，也是个苦命的孩子，回了阮家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。阮家对她不好吗？才这还……何止是不好，要不是因为你受伤了，可能都不会接怀雪回来。爷爷，你认她当孙女吧。啊，你想护着她？她救了我的命，你认她当孙女，再让她跟我结为义兄妹，看以后谁还敢怠慢她。哎，这主意好，以后怀雪跟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以后谁敢欺负她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哎呀，我看好这孩子呀，气度不凡，跟我们谢家还有缘。对，哎呀，就是认亲这事儿，不得问问人家怀雪的意思。下次我同她见面，我便跟她商量。对了，爷爷，可以帮我准备一套房子吗？好。这件也可以啊，这件也好看啊。这件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哟，怀雪回来了。谢轩已经决定和我订婚了，明天举办订婚宴。怀雪啊，你试试这件，订婚宴上穿也不至于太寒酸。不用。哎，舒曼送你，干嘛不要啊？订婚宴你也得出席，穿体面点，别给我们阮家丢人。订婚宴啊，我不去。当初要不是你抢了我的婚约，现在跟谢楚言订婚的就是我。我跟谢轩的订婚，你必须去观礼。我抢你的婚约，不是你听说人家成了植物人，就不想嫁了吗？江小姐你好，这些是我们三爷送来的礼物。江小姐，我们三爷说这些礼物您先看看，
要是不合心意的话，随时让人调换。替我谢过谢三爷。这不是上个月拍卖会上拍出8000万的凤凰朝项链吗？谢轩说早就被神秘买家买走了，怎么会在这儿？怀雪呀，你刚回来，不懂规矩，哪能随便收这么贵重的东西啊？传出去呀，还以为我们阮家贪财呢。谢三爷送我东西，和阮家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有些人想收，还没这个福气呢。嘿，你少得意，不就是叫醒个植物人吗？还真把自己当凤凰了。明天不仅是我的生日宴，更是订婚宴，排场肯定比你结婚时大。是吗？那我可真得去好好开开眼界哦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宋总，宋总，多谢您给了这次机会，把这个场地留给我们。客气了，我跟谢轩，我们都是朋友，留个场子的事儿。真羡慕如曼啊！订婚的场地选在了千山酒店，这可是全国最贵的场地了。听说千山集团的总裁宋俊良也过来了。宋俊良是厉害，但千山集团还有个幕后大老板，比他还要厉害，也不知道长什么样。话说回来，据说那真千金也来了，也不知道在哪儿呢。Turn me your fruit of fire, mutilation, burn us forever. 这气质也太出众了吧，完全不像乡下来的。你怎么穿成这样？订婚宴自然要穿得体面些。不是说是乡下长大的吗？这一点儿也不像啊。张董，您怎么来了？早知道您要来，我亲自去门口接你。宋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她就是一个从山沟沟里来的野丫头，怎么可能是千山集团的老板？阮小姐慎言，江董是整个千山集团唯一的持股人，整个帝京的商业版图都有他的投资，轮得到你质疑？别闹了，宋总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。算了，今天是我生日，开心点，改天再找江怀全算账。你去做你自己的事吧，我随便逛逛。是。你好，你哪位？我叫景于浩，我家是景氏实业那个黄楼夜景为于浩的那个景，那个于浩。怎么了？我说错什么话了吗？节哀。怎么搭讪搭着搭出一句节哀？这是什么新型拒绝的话术吗？如果你有时间，可以给你的母亲打一个电话，虽然可能来不及了。这个点儿，爸妈应该都在家里吃饭吧？打什么电话？可江怀雪刚刚说的话，怎么听起来那么古怪？天庭两旁，双眼左右，为太阴太阳日月角，主父母。我一见你就发现你太阳角微涛，眉头带锥，额头气色晦暗，这些都预示着你父母目前有危机，而且很可能是母亲。有问题随时联系我。江小姐，三爷说碧涛院那边已经准备妥当，随时可以入住，你要不要过去看看？屋里怎么是黑的？
谢重言让我来，他自己没过来吗？都出去了吗？怎么没人啊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白雪，生日快乐！怀雪，生日快乐！愿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怀雪小法师，今年先凑合一下。谢谢你们，我很喜欢。来到这个世界后，还从来没有人这么正式的给我过生日。从哪里知道的我生日？真是好大的惊喜！哎，是重言心系。他听说今天是阮家另一个姑娘生日，就说那应该也是你的生日。谢谢你，你费心了。要不是因为我苏醒的消息不能外露，本来应该给你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。今天因为我实在是委屈你了，明年补给你。怀雪，生日快乐！希望你往后的每一年都比前一年更幸福。往后每一年吗？我一个来自一时的灵魂，被天道限定的短命鬼，也能有以后吗？怎么还没拆开就知道不喜欢了？还是说你以后不想跟我们一起庆祝了？无论是什么，我都喜欢。哎呦，来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，姐，生日快乐！怀雪这么说呀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来，咱们给怀雪过生日了！要不要去园子里逛逛？好啊。我们家的人都很喜欢你，爷爷还说想认你当孙女，你愿意跟我们成为一家人吗？我保证，我们家一定会加倍的对你好。Baby, I'm falling. My mind, 以后我就真的拿你当做哥哥，当做家人了。怎么感觉也不是很开心？夜凉了，回房间吧。是累了吗？感觉他情绪不高。三小姐，我来吧。三爷提前让我给您准备了一些换洗的衣服，还有一些用品，已经放在房间了。晚安。晚安。江小姐，你昨晚跟我说可以联系你，我能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吗？具体情况当面说更方便。你家在哪儿？我来找你。
江小姐，里面请。一夜不见，你身上的晦气就更重了。你这段时间都见过什么人？什么晦气？昨晚你跟我说完话，我就给我妈打了个电话，结果是警察接的。他跟我说，我爸妈在市中心遇到了车祸，我爸到现在还昏迷不醒。我妈她……谢谢。江小姐，你昨天晚上跟我说节哀，是在我身上预料到了什么吗？方便领我去你爸妈的卧室看看吗？方便。江小姐随我来。我来你家看是有原因的。你在读大学？对。难怪，你身上的晦气看起来沾染的不多。晦气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家闹鬼了？你想什么呢？鬼很罕见的，如果你家真有，全国一半的道士天师都要来你家围观了。撞鬼也需要运气的。谢天谢地，还好没有这个运气。你说，你昨晚在医院，除了看见了医院的医生护士外，还见过你爸的朋友，可以详细描述一下吗？是刘叔，他人比较儒雅，小时候遇到过一些意外，脚上有暗伤，走路的时候膝看有点跛。刘叔他昨天晚上得到消息后，马上就来了医院，还安慰我不要慌张，事情慢慢来。我很难相信他会伤害我们家。也不一定就是他，现在都只是一种猜测。那个刘叔有没有上门给你们家送过礼物？他有时候会送一些贵重东西，比如珠宝摆件，也送过一些便宜的。这个水就是他送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看见了吗？这就是你爸妈出事的根源。刘叔和我们家这么多年交情，我爸妈对他如同挚友，他为什么要害我们？他这么做就不怕事后查出来吗？查不出来的，他用的是污水符，这种符咒遇水就生效，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用科学手段，也就是食品检测工具，是查不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处心积虑想要害我们，我们还没有证据。事实如此。但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现在有什么办法我都愿意试。我有一种自创的符咒，平时佩戴只做防身用，但如果佩戴者遭遇术法攻击，它就会根据术法进行反噬攻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弄符咒。别急，我们还需要一个人的帮助。谁？碧涛苑是谢氏旗下开发的房产吧？江淮雪到底是什么来历？不光在这里拿到了房子，还住在中心位。江小姐，杨叔，重言在吗？上完课了？翘课了。对了，有件事要麻烦你帮忙，劳烦你拿上5分钟。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刚有点走神。没想到江淮雪跟谢三爷关系这么好。
我堂叔那边的事情牵扯的比较多，所以需要慢慢处理。他找的人具体是谁还没挖出来，等找到了，我告诉你。那到时候我就带着你的紫气去报仇。我的紫气这么有用吗？那我多给你一点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说，你真是个好人。成了，回头这里的事情结束，我让景瑜浩给我打钱，分你一半。那我就坐等着收钱了。我那点钱，谢三爷看得上吗？江小姐，你跟谢三爷是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哥哥。这个拿去化在水里，想办法喂给景先生。这个贴在景先生心口。接下来怎么办？给刘叔打电话，就说你父亲已经醒了，如果他要来探望，就告诉他还需要静养2天，让他过2天再来。好。喂，刘叔。对，医生说只是受了惊吓，其实并不严重，今天就算了吧。医生说还需要静养2天，你后天有空的话可以后天过来。好了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等了。什么时候这香灭了，什么时候就证明对方动手了。那如果香烧完了怎么办？那就再点一根啊。你这是什么问题？来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要干什么？刘叔，你不清楚吗？小浩，你不是说老井已经进急救室了吗？你怎么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？他把我担心坏了。担心什么？担心我家死的不干净是吗？哎，小浩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姓刘的，我们家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前年你老婆生病从医院回来，是我妈连我和我爸都顾不上，每天都去陪她的。真是天道好轮回呀！如今也轮到他躺在病床上了。我这几十年来受过的罪呀，终于也都还给他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胡说八道。7岁那年，和你爸他们玩捉迷藏，他们拿了块黑布蒙上了我的眼睛，我一路往前摸，没注意就摸到了马路上，恰巧有辆车经过，直接就从我的腿上碾了过去。从此我这条腿就瘸了。我做了什么？我只不过是让几十年前本就应该发生的事情重新发生了一次而已。你受伤明明就是意外，和我爸有什么关系？我爸只不过就是和你换了个顺序，又不是他开的车。我看刘先生身体不太舒服，不如先跟我单独聊聊。请吧，刘先生。奇怪，分明就是个小姑娘，为什么我还有点怕她呢？好了，现在可以说话了。你是谁？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。你是玄学中人？反应这么快，看来你是见过别的玄学中人了。你那个污水符是从哪里来的？那是我无意间捡到的，我就随便试了试。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，毕竟你那污水符是我破的。你怎么可能破得了这种东西？算了，费点血吧。
这回应该说的都是实话了。是丁大师丁一林给我的，他主要和娱乐圈里的人合作。我老婆的侄女是经纪人，他帮我搭的线。操，这死嘴不受控制啊！除了他，还有人帮你吗？那人是谁？他向有虎。这人被下了禁制，就算弄醒了，也说不出更多东西。向有悔，亢龙有悔的有悔吗？看起来是个高手。没想到景家背后竟然牵扯出2个玄学中人。你好，这里有人晕倒了，麻烦处理一下。这里刚才有人吗？江怀雪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不是跟谢家订了娃娃亲吗？我今天就搬走。谢家这么快就允许你住过去了？虽说谢三爷已经醒了，可是他在床上躺了这么久，现在应该复健呢。那封家怎么办？先安排你们年轻人吃个饭吧。差点忘了，阮家人看见过谢承元醒了，待会儿得施个法让他们忘了。哎呀，怀雪，昨天晚宴上有个阿姨见了，特别喜欢你，要不我们2家一起吃个饭？是阿姨还是公子哥啊？长辈安排你和圈子里的人走动走动，也是为你好，你就这个态度？为了我好，还是为了阮家好？明知道我和谢家有婚约了，还安排我去跟什么封家公子哥吃饭，跟谢德勇合罪，把谢家主家当退路，又妄图攀上什么封家？你们以为豪门世家都是傻子吗？江怀雪，你跟爸妈说话就这个态度？阮先生说笑了，养我的父母早就死光了。你别忘了，是谁把你从山村里头接到大城市来的？就连你读书的学校也是我安排的。你没那么大能耐，入学名额是我自己得来的。听如曼说，上次订婚宴，宋俊良亲口承认他是千山集团老板，那确实有能耐。但你真是千山集团幕后老板，那老板怎么可能会在乡下长大？哼，小地方养出来的孩子就是满口胡言，还是养在身边的如曼好，处处让我们省心。我只是喜欢乡野里的生活，不代表不接触城市生活。管好你们自己吧，这么大个人还不让人省心。江小姐，你回阮家了？不顺利吗？没事儿。景家的事情解决了吗？表面上看算是解决了，就是牵扯出来了2个玄学中人。需要我帮你查查吗？不用，我会安排人去查。那看来我帮不上什么忙，只能再多分一些子气给你了。帮我查查这2年地京出没的奇人和刘叔的名字。这2个玄学中人，会不会跟害谢重颜的有关呢？江怀雪是吧？你知道你入学至今旷课次数已经超过10次了吗？我请过假，走的都是正当手续。等你到学校再跟你算账。哎，怀雪，昨天你去哪儿了？
有学生会的过来查到课率，把你名字给记了。出去处理了一点事情。学生会点名会比较麻烦，会扣分，扣分扣到一定数之后，有劝退的风险。是在说昨天有学生会来查课的是吗？看昨天那帮人的样子，倒像是特地来找怀雪的。你是不是得罪人了？还能有谁？阮如曼呗，大二学生会的，听说和大三那帮人玩的不错。江怀雪在吗？私教学生处找。我刚给他打电话，他竟然撒谎，说他自己请了假。切，也不知道谁举报的他。我看正好借机收拾收拾他。曼曼，那天订婚宴上他抢你风头，我就看不惯他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没什么的，她毕竟是我姐姐，就算她真的为难我，我们也是一家人。江怀雪，待会儿有你好果子吃。我是金融系学生会纪律部部长，大三学姐柴林慧。学姐你好，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你不清楚吗？旷课、违规在外居住，加起来够你记好几个处分。我现在就可以找课程教授和一起上课的学生调查询问，你信不信？曼曼，你说你每天回阮家有没有看到他？学姐，姐姐是因为不适应宿舍生活才回家住的，她应该不是故意的。你不用为她说好话。我也不需要她为我说话。我申请了请假正当手续，你可以去查。你走的谁的手续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石校长，不信你可以打电话。你唬谁呢？你怎么可能有石校长的电话？肯定是假的。你不敢打电话吗？我是怕当众揭穿你，你没脸待下去。怀雪，今天不忙了？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呀？我去，号码是真的。石校长的语气听起来貌似跟江怀雪很熟啊。石校长你好，我目前在金融系学生会的办公室，有几个问题需要劳烦您帮我澄清一下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之前有几次我在课程期间请假离校，都是直接给您发的消息。现在需要我出示证明。还有住宿问题，在我入学之前，咱们就有沟通过，我是不在学校居住的。宿管阿姨那里也是知道这个事情的，但是学生会这边好像并不清楚。学生处的负责人在吗？校长，我在。同学你好，我是石振莲。江怀雪同学的情况比较特殊，她的入学手续及校内的活动安排都是直接从我这边走的流程。是我工作太忙了，忘了和下级院系学生部门打招呼，给你们造成麻烦，很抱歉。没有，是我的问题，是我没有询问清楚，耽误您时间了，对不起啊。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没有。林慧，没什么，你别生气。虽然面子上不好看，但最起码你没有损失什么。我知道，以后时间还长着。老大，查到线索了。和刘树经常来往的两个人，一位叫丁义林，主要做娱乐圈里的生意，手上不太干净，什么脏的臭的都敢碰。至于另一位，却不是刘树说的叫什么向有悔，而是叫向寻，
图片发给你了，不过没有正脸。这个人怎么感觉有点熟悉？陆离，洛离，一个当红明星，为什么会跟玄学扯上关系？你喜欢这种类型的？长得挺好看的，但是我对明星没有什么感觉，就是觉得有点熟悉。那个杨管家不在，你可以帮我做一下复健吗？啊，没关系，我扶着你再走一会儿。会不会太麻烦你了？这有什么麻烦的？我扶着你，你慢一点。如果走不动，就歇一下，不用着急，慢慢会恢复的。奇怪，三爷昨天就走得挺利索的，怎么今天又这么虚弱？怎么了？我下去检查一下。车子没有大问题，就是抛锚了。但是我手机居然没电了，我明明记得出发时还有将近要满的电量。朋友，某人居然自己找上门来了。顺着他的意思，让他帮。你这是怎么了？需要帮助吗？我能借用一下你的手机？手机？给。怀雪，怀雪，什么情况？怀雪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上九，你是上九？怀雪，我就知道怀雪不可能忘记我。你是上九？怀雪，我就知道你不可能忘记我。江小姐什么时候认识这么有名的明星了？看这架势，关系还不一般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啊，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来往车辆多，容易引人注意。先走吧。怀雪。哎呀，好了，先上车。行。少爷，我扶您去休息吧。再等等。怀雪，怀雪，这位是？啊，你好，我是陆离，怀雪老朋友。老朋友？怀雪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明星朋友了？那我们先回房间了。怀雪，怀雪怎么会和一个普通男的住在一起？没什么。怀雪竟然还带他去房间，这个陆离到底和怀雪什么关系？怀雪，你殉道那天，我看着天雷劈到你身上，然后你就直接消失了，我还以为你死了。然后
有一个叫君泽的修士告诉我，你被卷入到这个世界。再然后嘛，我就根据他的指引来这里找你。君泽，我认识这个人吗？对了，你怎么化为人形了，还成了明星？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啊，直接就化为人形了。后来就误打误撞进了娱乐圈，但是在拍完戏之后，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滋养我的神魂。你说的难道是信仰之力？谢重言毕竟是凡人，他身上的紫气虽然能帮我延寿，但是还差一点。如果我能得到信仰之力滋养神魂，或许可以延长神魂寿命，但我的身体只是这个世界的凡胎，到了25岁还是会衰败。啊？那怎么办？要想彻底解决问题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必须找齐4大神器，重塑仙体。不过眼下先滋养神魂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至少可以让我多撑一段时间。怀雪，你相信我，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让你陨落的。哦，对，过2天有一场晚会，到时候呢，仙途里的寇岛和其他名流都会参加，到时候趁机让你和寇岛认识一下。如果说你能拿到仙途里的角色，那你到时候一定会获得大量的信仰之力。好。怀雪，你这身也太好看了吧！那咱们先走。寇岛说呀，他已经到附近了。走。江怀雪怎么会和陆离在一起？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刚靠谢重言蹭上谢家，现在又勾搭上陆离，整天勾三搭四，一点都不知道检点。江怀雪，只要今天我被寇岛选中，以后咱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在我面前，你只能仰望我。怀雪，你看你想吃点什么？这儿有洋酒，有红酒，还有甜品。你给我安分一点，再叽叽喳喳，我就用符咒封住你的嘴。好了，那我不吵你了，那我先去门口接寇岛，走了。江怀雪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？我有没有资格，似乎轮不到你评判。倒是你，阮家养女的身份，在这宴会上指手画脚，就有资格了。江怀雪，别在这装模作样！你才和谢家订婚，现在又勾引陆离，靠着男人往上爬的，我们阮家聒噪！妈！江怀雪，你又对你妈妈做了什么？她自己管不住嘴，我就帮帮她，不用感谢。好你个逆女！现在你越来越无法无天了，我今天必须好好教育你！住手！阮先生，我必须提醒你，怀雪现在已经被我们谢家人认了。在你动手之前，我劝你好好想清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阮家是想跟谢家宣战吗？
你怎么来了？我也收到了这个宴会的邀请函。寇导来了。寇导可是国内的顶级导演，曾经捧红过3个影帝和2个影后，仙途中的大制作也是他指导的。听说今天寇导来参加这场宴会，就是来挑选仙途的角色人选。寇导，今天啊，我找的这个人，那绝对是仙途女1号的不二人选。你小子眼光一向挑剔，不过这次找的人真有那么好？我们仙途的女1号气质要清冷又有仙气，不好找啊！寇导，你放心吧，这次啊，肯定让你满意的啊！真的假的？寇导你好，我是阮如曼，我很喜欢您的作品，一直想有机会能跟您合作。我去，这气质，这颜值，这简直绝了！这个姑娘你好，有兴趣加入娱乐圈吗？寇导，他呀，就是我今天要给您介绍的人。好，太绝了，这就他了。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阮如曼，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的决定？江淮雪不过是一个从山里来的野丫头，她又没有学过表演，凭什么让她承担女1号？我觉得江小姐的气质特别好呀，跟仙途女1号的设定特别搭。是啊，颜值也高，看着就有仙气。听到没有？不是，寇导，这个当演员得需要演技吧？就算江淮雪颜值高、气质好，她没有演技，她也不行吧？对，寇导，我是舞蹈专业高材生，肢体表现力好，肯定比她更适合这个角色。江淮雪，你敢不敢跟我比？我可以。既然江小姐都这样说了，那2位就各自选一种方式即兴表演吧。真的假的？不知道这意思是怎么厉害啊！您看，曼曼的舞蹈基本功多扎实啊！这个江淮雪就是山里来的野丫头，怎么可能会跳舞呢？恐怕连4肢都不协调，怎么能跟曼曼比啊？就是啊，寇导，那个连基本礼仪都没学过，切，让他当女1号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仙途的名声给毁了。江淮雪，该你了。你要是不会，就赶紧认输，别占着女1号的位置。江小姐，你不要有压力，就随便跳一段舞就行了，跳得不好也没关系。今天这个女1号，我就是豁出老脸，也一定要让你担任。寇导不必担心，给我一柄剑。太绝了！这剑舞简直就是为紫珊量身定做的，江小姐必须当女1号啊！这才是紫珊该有的样子啊！这气质清冷又飘逸，就连握剑的姿势都透着一股仙气，这简直是紫珊活过来了呀！哇！我刚才都录下来了，这视频发出去肯定能火。怎么可能？她一个大山里出来的丫头，怎么会跳这么好看的剑舞？
还好我早有准备。我宣布，千途女一号紫珊的扮演者是阮如曼小姐。为什么呀？感谢导演，曼曼早都说过，紫珊这个角色和她有缘。导演真是好眼光啊！有些人啊，就是不自量力，以为会点旁门左道就可以抢角色。现在知道了吧？曼曼才是最合适的。江怀雪，我早就说过了，你争不过我。阮家的光环，优质的资源，是你这一辈子都得不到的。你就应该安安分分的待在山里，别来城里丢人现眼。寇脑怎么怪怪的？刚才还一个劲儿的夸你，怎么突然就变卦了？我刚才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？寇导，刚才阮如曼趁你不注意，往你身上贴了邪符，影响了你的判断。这符咒上的气息和那张污水符的气息一样，又是那个丁义林在作祟。阮如曼居然敢用邪符暗算我！阮如曼居然敢用邪符暗算我！寇导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你当我瞎吗？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抢角色，呸！从现在起，我会联合业内所有的导演和制片，全行业封杀你！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进娱乐圈了！寇导，寇导，你再给我个机会！寇导，寇导，江小姐，明天我会让助理把剧本发给你，下周咱们进组试戏。麻烦寇导了。真是活该，还有这种人呀！真是不要脸。我们回碧桃院吧。江怀雪，都是你毁了我的前途。要不是你，女一号就是我的。放手！你再动手动脚，我就叫保安了。江怀雪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一个从小在山里长大的野丫头，连摄像机都没见过，演什么角色？你占着女一号的位置，都是浪费资源。我劝你识相点，就把角色让出来给曼曼，也是你当姐姐的，给曼曼赔罪了。我不会演戏，也总比有些人心术不正用邪符来的强。你印堂发黑，近期有牢狱之灾。你会因口舌之祸而惹事，而你眉尾散乱，运势已崩，就算拿到女一号也守不住。心术不正，你往后的路会越来越难走。江怀雪，你又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女一号这个角色关乎曼曼的前途，你要不给让出来，我们就和你断绝关系。我跟你说，求之不得。我本来也没有指望从你们身上获得什么亲情，断了也好，省得你们以后再来烦我。江怀雪，你给我站住！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不许你再踏入我们阮家一步。这是什么神仙颜值？江怀雪也太适合古装了吧！之前看她在宴会上的剑舞就觉得绝，现在定妆照一出来，我更期待仙途了。信仰之力果然有用，看来还要继续提高声望。还有1周就要开机了，明天我带你去现场试试妆。什么东西？你配排在我前面？宣发呢？宣发团队是死了吗？为什么把我排在第4位？明明我进组比他早，戏份比他重，凭什么让他压我一头？品人家一出道就有路子，陆离亲自推荐，寇导保驾护航，
连掌星传媒都明目张胆的维护，还凭人家那张脸，定妆照一出来就上了3个热搜，观众缘摆在这儿。哼，长得好有什么用？娱乐圈是谁长得好就能红的吗？明天就是仙途的试妆了，你消消气，咱们在演技上正面击败他。江怀雪，你以为靠旁人捧就能压过我？明天试妆日，我会让你知道，得罪我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。江小姐，您这骨相也太适合古装了，瞧这眉形，不需要怎么画，都透着仙气呢。哟，江小姐这妆画的真不错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上镜。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撑得起紫珊这个角色的。江小姐，她是丽雪，之前也在争取紫珊这个角色，后来剧组定了您，她就改演女3号了，所以对你有点怨气。厉小姐要是闲得慌，不如去隔壁化妆间准备自己的妆发。我的妆容好不好，能不能上镜，就不劳您费心了。哼，谁不知道你是靠着陆离还有扣的才拿到女1号的？要是没有这些人脉，就凭你一个大山里来的野丫头，恐怕连剧组的门都进不来吧？你印堂泛粉，却夹杂黑气，眉尾散乱带桃花煞，近期私生活混乱，若是再不收敛，不出3个月必有灾殃。厉小姐还是关心关心自己吧。你居然敢胡说八道污蔑我！我出道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上学呢。我今天就给你点教训，让你知道如何尊重前辈。动手之前，先想清楚后果。我的剑可没那么好说话，若是下次再敢对我动手，就不是斩头发这么简单了。你别以为有点法术就能吓唬我了，这是剧组，你要是敢伤人，我就让制片人把你赶出剧组。哦，那你可以再试试。他的气场怎么这么强？厉小姐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要你帮我教训一个人。他今天下午的行程是在义城湖边的八角亭那里等戏。我要你帮我在那里布置一个法阵，给他点教训。只要能让他难堪，多少钱都行。江怀雪，我看你这次怎么躲！怀雪啊，让身体再放轻松一点，眼神往镜头这边看啊，那个感觉自己在云雾当中御剑飞行。咱们再来一场啊！场务，谁放的烟？不让放了吗？寇导，这不是我们放的呀，这是自然现象。有这么奇怪的自然现象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先别拍了，雾太大了，怀雪会有危险的。哎，小心！哎，快快快，慢点慢点！啊，小心点，别让他碰到旁边的柱子。江怀雪，这次我看你怎么躲！大风加大雾，你只要一掉水里，到时候全直播间的观众都会看到你个丑派，你就彻底完了。这是仙途片场吗？怎么突然起这么大的雾？江怀雪不会掉水里吧？好危险啊！
只要掉下去，已经彻底毁了。女1号的位置就是我的了。元气散，雾路开，天地清。这太美了吧！这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呐！这比我们预想的特效镜头还要好看。这简直就是紫杉亲制啊！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！好。我的天，江淮雪也太绝了吧！这动作比特效还好看。刚才谁说他靠关系上位啊？这实力明明就是天选紫杉。粉了，以后我就是江淮雪的粉丝。江淮雪在这种情况下还能逃过一劫？丽雪，你躲在那儿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，导演。你手里那是什么？你刚才是不是在直播？我之前是不是强调过，拍摄期间严禁私自直播？你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？没有，导演，我是看刚才这个雾太大了，我想拍个视频记录一下，难得一见嘛，我没有直播。眼神躲闪，手足无措，他在撒谎。这场风雾绝非自然现象，定是丽雪搞的鬼。丽雪，刚才这场风雾是你搞的鬼吗？是我让丁义林帮我制造了风雾阵，就是想让你掉到水里去，毁了你的前途。而且我还开了直播，就是想让你在大家面前出丑，这样的话，女1号的位置就是我的了。你太过分了！为了抢角色就不顾别人的安危了。从现在起，你被仙途剧组开除了。3号的位置，你想都不用想。我会告诉业内，让所有人知道你的所作所为。我刚刚怎么突然不受控制了？来人呐，把他带走！寇导，你不能赶我出剧组啊！寇导！又是丁义林，之前阮如曼用的邪符，这次丽雪的风雾阵都是他搞的鬼。等处理完剧组的事，必须尽快找到他，绝不能再让他继续害人。欢雪啊，欢雪，今天让你受惊了，今天咱们就先拍到这儿，你先回酒店压压惊啊。这股气息是玄武的气息。喂，好，欢雪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咱们剧组的大资方到了，咱们得赶紧过去见他。现在探查玄武的气息时间太仓促了，不如等晚上人少，我再悄悄过来，这样更稳妥。冯总，江小姐，久仰大名了，我是仙途的投资方，风氏集团的总裁风力。这果然跟传闻的一样，气质出众，这比定妆照上还好看啊！风总客气了。凭江小姐的能力和演技，这之后肯定大红大紫。我让我底下的人给你定制几套国际一线品牌的服装，这以后你出席一些红毯啊、发布会什么的，肯定倍儿有面子。觉得怎么样？就不劳风总费心了。你是？我刚才在公司处理事务，看到网上流传的现场直播片段，担心你出事，就马上推掉会议，赶过来了。这位先生，还请你离江小姐远一点。江小姐可是我们仙途的核心演员，到时候要是传出什么不好的绯闻，怕你担不起这个责任。风总，我和重岩的事情似乎和投资无关，就不劳您费心了。江小姐，我是好心提醒你，谢重岩命格古怪，他煞气太重，如果你们走得太近，到时候会影响你，会害死你的。
他怎么会知道谢重言的命格特殊？风总，我想您搞错了。我是谢重言的未婚妻，我们的婚事早在小时候就约好了。要说连累，恐怕我现在应该远离的是你。今天风丽说的那些话太奇怪了，她不仅对我表现出莫名的好感，还特意告诫我让我远离你，总觉得她的身份不一般。怀雪，我之前命格特殊，被人下咒，差点丧命，如今还引来风丽这样的人的关注，我怕我连累你。你别这么说，如果不是你的紫气，我早就没命了。是你一直在帮我，怎么会是连累呢？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还是觉得帮不上你太多。怎么会？哦，对了，白天在湖边附近的八角亭，我感知到了四圣神器之一玄武的气息。当时要去见风丽，没有来得及去探查，现在我们可以一起过去看看，说不定能有收获。好，我马上让司机备车，我们出发。重言，借我一些紫气，这玄武遁沉在水底许久，需要用紫气引他现身。我把我的紫气都给怀雪。想不到这么轻松就拿到了玄武盾。难道白天丽雪用来害我的风雾阵就是用它做阵眼的？难怪阵法气息那么厚重。小心！你找死！重言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我把我身上所有紫气都给你，你小心点。江怀雪，别动！放开他，否则我会让你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。哼，好一出英雄救美的戏码！一个堂堂玄学老祖，竟然对一个普通人这么上心。你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我前世的身份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谢重言这种命格残缺的凡人，根本就配不上你。我的事还轮不到你干涉。放开重言，否则我让你付出代价。你还挺在意，看来只有杀了他才能唤醒你。什么？玄光破邪！重言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不舒服？我没事，别担心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知道我的身份？为什么要对重言下手？江怀雪，你早晚会知道我是谁的。今天这小子有玄武盾护着，算你们好运，咱们还会有再见的一天的。还好你拿了玄武盾，这黑衣人的气息像是从玄学界来的，可我想不起来他是谁。我们先回去，黑衣人的事情以后再查。你为什么要替我挡？当时剑锋要是再偏一点，你的手臂就废了。本能反应，你救过我的命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受伤。小心！哼，
好一出英雄救美的戏呢！一个堂堂玄学老祖，竟然对一个普通人这么上心。谢重元，你是喜欢我吗？我猜错了吗？没有，你没猜错。怀雪，我就是喜欢你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记得一开始是你先提出要让我做义妹的。我以前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，不相信一见钟情，把对你的感觉全都归结于救命之恩，才提认你做我义妹。直到在碧桃院花园，我看见你和烟花的背影，我突然想永远跟你在一起。人在陷入爱情的时候，身体会分泌苯基乙胺，它会使心跳加快，脸红兴奋，但在体内只存在6个月。如果做恋人，可能半年感情就没了。但亲人不一样，我们现在的关系不好吗？你在拒绝我？感情无解。怀雪，如果多情善变是天性，那我会违逆天性去爱你。你如果坚持这么想，我没办法改变你的想法。但我得告诉你，我没办法给你同样的感情回馈，起码现在不行。那以后呢？以后的事说不准，人要专注眼下。但我不排斥你的靠近，也许以后会不一样。好，我等。未来有无限可能，我相信未来。谢重言，我迟早杀了你！江怀雪是我的，她只能是我的。只要和怀雪结为道侣，她的一切都将是我的。谁？风总，是我呀，我是丽雪。风总，是我呀。我们今天才在仙途粉丝见面会上见过，你怎么就不记得了呀？我是丽雪，之前我也在仙途剧组呢，饰演女3号。风总这么大的腕儿，连个女伴都没有。我要是能爬上他的床，伺候好他，不仅能重新回到剧组，说不定还能靠他拿到更好的资源，到时候肯定能压过江怀雪。不记得了。风总，人家今天第一次见到你，就觉得心跳的好快啊！不信，你摸一摸，感受一下。风总，您看，人家的心跳的是不是特别快？肯定是因为见到你才这样的。我今天被江怀雪的符咒所伤，元气紊乱，正好需要采阴补阳来恢复伤势。这个女人主动送上门来，不用白不用。是吗？那你就进来，让我好好看看。我让你去买那条项链，废什么话？听不懂人话吗？哼，江怀雪肯定不知道现在我是风总的枕边人，以后想要什么资源都会有。以我和风总现在的关系，我送他什么他都会开心的。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要你有什么用？可是丽姐，风总的秘书今天早上让我特意转告你，说没有事情的话就不要麻烦风总了。他说风总的工作比较忙。前脚还在炫耀亲密关系，后脚就被变相的拒绝，这简直是公开的社会性死亡。你就是个打工的，要时刻记着你自己的身份，再乱说话，自己收拾东西走人。你印堂发黑，眉尾带煞，本就有口舌是非之祸，再这么戾气缠身，
不出3天，必会因自己的脾气惹上大祸。你敢咒我？江淮雪，你别太嚣张了！你以为你有陆离和寇岛护着，就能无法无天了吗？哼！我告诉你，娱乐圈里有是折磨人的手段，你最好别自找麻烦。我怎么会自找麻烦？从来都是垃圾长了脚，自己主动上门来找我。你敢骂我？丽姐，这里是酒店，还有监控，被人看到不好。那关你什么事儿？贱蹄子，哪儿都有你叉子。江淮雪，你给我等着，这笔账我迟早跟你算。走。丽雪也太嚣张了，怎么能随意打骂助理？小桃在剧组一直很本分，每次她发脾气都是她一个人收拾烂摊子。给，这是消肿止痛的药，你拿去用吧。谢谢。哎呀，没想到风总体力这么好，折腾一晚上，可累死老娘了。丽雪，不好了，你和风总约会的照片被人发到网上了，现在已经上热搜了。这么模糊能看出来什么呀？唉，无非就是猜我谈恋爱了，还能把我吃了不成？你怎么还不着急啊？现在可不是以前了。江淮雪因为仙途的路透和之前的综艺名气越来越高，而你呢，之前被赶出仙途剧组，口碑本来就差。现在要是再陷入这种不清不楚的绯闻风波，赞助商肯定要找你解约，后面的资源也会受到影响。你看这照片里的衣服，是不是跟江淮雪之前穿的戏服颜色相近啊？像又怎么样？这能说明什么？当然是把这盆脏水泼给江淮雪了。到时候我就发通告，说这张照片里的人是江淮雪，再找点水军带节奏。这样搞会不会太冒险了？江淮雪现在热度很高，她的团队也不是吃素的。冒险？他江淮雪凭什么抢走我的角色？凭什么比我红？爬得越高，摔得就越好。我就是要让他好好尝尝从云端摔下来，摔得粉身碎骨的滋味。文学，文学，女神，女神，文学，文学，女神，女神，文学，文学，女神，女神。谢谢大家来参加仙途的杀青见面会，也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支持。今天呢，咱们准备了杀青蛋糕，按照规矩，得由咱们的女一号怀雪先切蛋糕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好！等一下，趁着今天这个日子，我就要向大家揭露他江淮雪的真实面目。她江淮雪根本就不是什么青楼女神，私生活乱得很，就是靠着勾引导演和投资方上位，就连陆离都被她给迷惑。丽雪，你少在这里散布谣言。怀雪什么样的人，我都清楚。你不过是被剧组踢出，怀恨在心，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诬陷他，恶心！哼，我造谣？我看是你们两个关系不清不楚，怕被别人知道。哼，陆离，你这么维护他，
难道不是因为你们两个有什么关系吗？丽雪，你污蔑我，有证据吗？这些就是证据。大家看，这张照片是他江淮雪跟别的男人在酒店门口约会，还有这个是他跟寇导深更半夜单独见面的照片。这些还不够证明吗？还不够说明问题？这是真的吗？丽雪，你伪造照片，污蔑怀雪，信不信我立刻起诉你，让你为自己的言辞负责？起诉我？寇导，我看你是做贼心虚了吧？江淮雪就是靠着勾搭你，才抢走了我主角的位置。丽雪，为了栽赃我，你准备的还真是全面，可惜了，这些照片漏洞百出，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看出来是伪造的。你觉得就凭这些能扳倒我？方总，你可算是来了！江淮雪私生活不检点，我检举揭发，他居然联合着寇导一起打压我！方总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江淮雪，只要你愿意和谢重言断绝婚约，远离他，今天的事情我可以帮你摆平，以后仙途的投资还是会继续倾向你。江淮雪，你早晚会知道我是谁的。原来是他。哼，锋利，你做梦！好，很好，你会有求我的一天。诸位，江淮雪涉嫌损坏仙途的声誉，严重影响投资的价值。我作为仙途最大的投资方，现在我宣布撤出对仙途后续所有投资。别呀，方总，您是我们最大的投资方，没了您的资金，这后续的后期制作、特效渲染、全国宣发都会严重受到影响啊，甚至说都没办法按时上线，这些年的投入就全打水漂了。方总，您再想想啊，方总。寇导，这就是得罪风总的下场。你要是早点把江淮姐踢出剧组，不就没有今天这种事儿了吗？不过现在你后悔也晚了。丽雪，你可别得意。撤资又不是没办法解决，你少在这里落井下石。寇导，风总退出造成的资金漏洞，谢家会全盘接上，后续的所有费用，谢家也会全权负责，绝不会影响仙途上线的质量和进度。哎呦，谢总啊，真是太感谢您了，有您这句话呀，我放心多了。谢家再有钱，也不可能随便拿出这么多钱来填窟窿。谢家的实力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质疑。你要是再在现场散布谣言、挑拨离间的话，我不介意让你彻底消失在娱乐圈。哼，你等着。方总，方总，哎，你到底有多少身家，能让谢家全款接手这么大的项目？大概这么多。单位是千万还是亿？1000亿。没想到啊，一直觉得你低调，现在看来何止是低调，简直是朴素了。但是和你比起来，这什么都不是。你精通玄学，比我见过所有的玄学大师都厉害。你创立的千山集团能人辈出，我总怕，要是我问了你的过去，问了那些蹊跷的地方，你一旦瞒不住，就会一走了之，再也不会回来。不会的，现实生活又不是神话故事。既然我决定了留在这儿，决定留在这里跟你在一起，我就不会随便走。真的不会吗？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吗？比如你找到回到玄学界的路？绝不会。想救就住进你的灵魂，解决你在每一个脆弱的时刻。风总，你还在为江淮雪的事儿生气啊？她就是个不知好歹的婊子啊！
我比他呀更懂得怎么伺候你。也不看你什么档次，也配跟江淮雪相提并论。方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！哼，江淮雪，凭什么你一来，所有男的都要围着你团团转？我一定要毁了你！方总，您不是喜欢江淮雪吗？我有办法能让江淮雪乖乖的给您投怀送抱。什么办法？我认识一个玄学大师，叫丁义林，他手上有一种符咒，能让人意识模糊。只要我们提前在江淮雪的房间里下上这个符咒，到时候江淮雪那还不是乖乖的任您摆布？听起来不错，你去安排。要是成功了，所有的资源还会继续倾向你。那你要是失败了，你不会想知道后果。方总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办妥当。江淮雪，你不是爱装清高吗？今晚就让你变成风总的玩物，看你以后还怎么在娱乐圈立足。江小姐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江小姐，我昨天意外听到丽姐说要在你的房间里放符咒，用符咒控制你，再让风总毁了您的清白，让您身败名裂。丁义林，就是他。之前阮如曼用的破心符，丽雪搞的风雾阵，全是他在背后搞的鬼。这次居然还敢卖这种害人的符咒。你确定他是叫丁义林？他还有其他信息吗？我确定。昨天丽姐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偷偷记下了地址。不过江小姐，你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找他。丁义林那个人特别贪图美色，还经常帮人办坏事，特别的危险。小唐，谢谢你。不过，你明知道丽雪的脾气，还把这件事情告诉我，你不怕她以后报复你吗？江小姐，您给我的那支止疼药膏特别好用。您是第一个对我好的人，我不能看着您被丽姐伤害。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，也不会再让丽雪欺负你。先让重言去按照这个地址调查一下，等忙完这边的事，我要亲自会一会这个大师。太好了，符咒起效了。江淮雪，你那副假清高的模样装不了多久，等今晚你在风总胯下承欢的视频曝光，你就等着彻底被娱乐圈除名吧。淮雪，你是我的了。这种少儿不宜的场面不适合你，别看了。啊，丽雪！啊，丽雪，怎么是你？给我！这怎么回事？你们以为你们的计划做得天衣无缝？刚刚从丽雪一进房间，就已经被符咒反噬，陷入幻觉。原来你们早就知道，我就知道他的计划不靠谱，真是个蠢货。你知道他的计划不靠谱，但你还是克制不住内心的欲望。来人，你涉嫌非法黄色交易，我现在要举报你，带走。放开我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要找我的律师。
丽雪的事情已经在网上曝光了，伪造证据、虐待助理、私生活混乱，现在网上全是对她封杀的声音。那些各大公司都对她进行了永久封杀，风力那边更惨，她的公司因为丑闻股价暴跌，现在董事会已经罢免了她的总裁职位。丽雪应该也掀不起什么风浪，但是风力并没有那么简单，我们以后得多加提防。先别想这些了，咱们该回谢家老宅过年了。怀雪，等等！你这就要走了吗？剧组这边的事情结束了，而且这段时间我也收集了不少信仰之力，4大神器也已经找到了玄武盾，剩下的3件等我过完年再找线索。好，那等我忙完就去找你。你们路上注意安全，保重。走吧。哎，怀雪，你看那个地方。哎呀，重言小的时候呀，还掉进这个河池里过呢，后来哭着闹着，非要把这个河池给拆了。那后来呢？他真把河池拆了？哪儿能啊！他妈妈跟他说，这个河池是他太爷爷给他太奶奶修的，这是我们谢家的念想，他没权利拆。结果你猜他怎么说？怎么说？等我长大了，我要给我老婆修一个更大更漂亮的河池。怀雪，你还没回碧涛院吧？我听说前段时间呀，重言把碧涛院的那个喷泉给填了，让人修了一个更大更漂亮的河池。怀雪啊，重言这孩子看着了，可是心细着，他对你的心思我们都看在眼里。怀雪，你要是对他也有意思的话，那就别让他等得太久了啊！我知道他的意思，只是我现在还有找神器、重塑肉身的事要做。我刚才感知到了4大神器之一青龙的气息，但是这气息被一层邪术包裹着，很微弱，算不到具体位置。难不成是落在了玄门众人手里？你让我调查丁义林的事有消息了？我派人查了他的底细，他手里面有一面特殊的镜子，对外宣称能照见人的前世。他就是靠着这面镜子在娱乐圈胡作非为，帮明星改运骗钱，还趁机骚扰占女明星的便宜。镜子。上次丁义林帮丽雪布置风雾阵，用的阵眼是玄武盾，难不成青龙镜也在他手里？看来我必须要去见一见他，确认一下镜子的真假，顺便把之前的恩怨做个了结。对了，我还查到一件意外的事，阮如曼和丁义林现在是情人关系。怎么可能？丁义林都50多了吧，长相普通，还透着刻薄。阮家就算没落，阮如曼也是正儿八经的白富美，怎么会跟他在一起？阮家之前攀上了谢轩的关系，本想靠着谢轩的资源往上爬，没想到谢轩是为了吞掉阮家的资产，设局让阮家背上了巨额债务。阮父阮母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阮如曼身上，觉得之前是阮如曼非要和谢轩亲近，才引祸上门。现在双方彻底闹掰了。哦，所以阮如曼攀上了丁义林，想要靠他还清债务。自甘堕落，
这个阮如娜还真是死性不改。您就是预约了业务的江华雪女士吧？我是丁大师的助理小瑶，您快请进，屋里暖和。丁大师在休息室，我这就去叫他。麻烦了。老丁，再陪我一会儿嘛，反正客户也没到。客户马上就到了，你先回休息室，我忙完正事再找你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哈哈，你是？丁大师，我今天来是听说您能看到人的前世来生，不知传闻是否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江女士，介绍人们跟你说清楚吗？你之前付的钱只是见面费，想看前生来世的话，还要再付500万才行。如果你付不起，也可以。我付得起。丁大师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，请坐。好有气质的女人，比阮如曼那个骚货强10000倍，我一定要将她拿下。看来这里面装的就是青龙镜了。这是我炼制的法宝，只有通过它，就能看到前世的画面。丁大师亲手炼制的，真是辛苦您了。老丁，我也想看看。我这正忙着呢，你看这干什么？江淮雪想靠丁义林看前世今生，我偏要捣乱。最好让丁义林对他动手动脚，让他也尝尝被人羞辱。丁大师，现在是我的付费约谈时间。丁大师弃客户于不顾，跟情人打情骂俏，传出去恐怕有损您的名声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才不是情人！不是情人，那刚才是谁跟丁大师撒娇？老丁，你快看他，你快教训他！哎呀，你先回屋吧，我这忙正事儿。老丁，居然帮他！我可是你的女人！你闹够了没有？再闹的话，立刻给我滚出去！你的债务自己解决。以前觉得屈身于丁义林只是暂时的，情人和女朋友没什么区别，可现在才明白，女朋友能光明正大站在身边，而情人连被正视的资格都没有。哼！丁大师，我约谈的时间一共只有1个小时，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，我还不能看到我想要的东西吗？这镜子上刻有我的咒法，只需凝视3秒就能看到前世的画面。切记，无论看到什么，都是前生往事，不必惊慌失措。海兽符文磕碰痕迹，与玄门典籍里记载的一模一样，果然是青龙镜。你干什么？青龙镜乃是4大神器之一，本该用于守护玄门、平衡阴阳，而你却用它来骗钱害人，满足私欲，你根本不配拥有它。保安，保安，拦住他，别让他走！你是玄门中人，你我无冤无仇，为什么到我的地盘上撒野？八角亭玄武盾。原来碧血风武镇的玄武盾是被你拿走的，说出你的师承门派。倘若你是名门弟子，我尚且可以给你师傅几分薄面。我没有师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连师门都没有，也敢在我面前叫嚣？我师傅乃是全国玄学宗师之首，你乖乖的交出镜子和玄武盾，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不然的话，
不然怎么样？威胁的话说一半，算什么本事？既然你如此不知好歹，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面。嚯！不可能！我师父的符咒怎么可能如此轻易被破解？这符咒手法跟当初害重岩的邪术同出一源。你师父的本事不过如此，下一个到你了，到你了！别！你别过来！老爹，你怎么了？老爹，快给我师父打电话！快！看来他身后的师父才是一切的主谋，这次就先放过他，把他师父引出来后一并解决。青龙镜和玄武盾的力量果然契合，仙体已经凝练一半了。再找到剩下的2件神器，就可以重塑仙体，这样说明问题就彻底解决了。你今天去见丁义林了，下次别自己去了，太危险，万一他设下陷阱怎么办？我有分寸，丁义林的本事稀松平常，伤不到我。不过我在和他交手的时候，发现他的符咒手法和当初害你的人同出一源，或许他们就是幕后黑手。对了，这个你随身带着，洗澡也别沾，这是我用玄气酝养过的，比普通法器管用。比我以前带的翡翠还好，送的人不一样，意义也不一样。胡说什么呢？不早了，明天是初3，我还要去拜访阮老夫人。听说阮老夫人很久不见客了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不用，当初我回阮家就是奶奶找的我，只是我回家后，奶奶一直不见外人，正好趁着过年去问一下。谁呀？老夫人谁也不见。我是江怀雪，来拜访老夫人。老夫人不方便吗？江姑娘啊，老夫人交代过了，如果是江姑娘来呀，直接带过去。来，姑娘请进。坐吧。老夫人的腿是风湿？不是，是看不好的病。天冷了，这腿疼的连站都站不稳。我略懂些玄学手段，或许能试试。你不恨我？当初是我执意把你接回阮家，却不顾你在阮家受的委屈。回到阮家是我自己的决定，何况阮先生和阮夫人似乎对你也谈不上孝顺。他们觉得我就这一个儿子，财产呢，早晚都是他们的，何必费心讨好呢？我听说阮先生最近被人设下圈套，欠了些债，老夫人知道吗？知道，但个人有个人的缘法，那是他的命。可您当初执意要接我回来，总不会只是因为缘法吧？西南到地京千里之遥，您足不出户，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世？是有人给我说的。那个人叫什么？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只知道半年前他来的时候，和40多年一模一样的年轻。40多年，没有丝毫变化。难道是玄学界的人？是啊，
40年前，阮家还是普通的家庭，然后他找到我，给了我一个木盒，让我保管好。报酬就是送给阮家一场富贵。后来阮家果然发了一笔财，才有了现在的家业。木盒里面有什么？现在还在吗？半年前他就拿走了，他还告诉我让我把你接回阮家。那他为什么要让您接我回来？他没有说，他只是说不该普通人管的事别问。那您有见过他的样子吗？哪怕是一点特征？他总是戴着帽子和口罩。哎，对了，他左手手腕上有一个小小的月牙形胎记。谢谢您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告辞。江怀雪，老夫人还有事吗？如果你的玄学手段真的有用，下次可以再来。好。老大，我还以为您忘了我们呢。别贫嘴了，我有事情吩咐你。通知下去，找一个左手手腕处有小小月牙形胎记的男人，最好在玄学界找。西西，我爷爷身边的是谁？先生，这位是穆威先生，上个月在公园和老爷子钓鱼认识的，两人很投缘，成了忘年交。过去看看。谢老爷子这个杆儿甩得好啊！爷爷，重烟、怀雪，你们来了。这位就是谢家的儿媳妇江怀雪江小姐吧？果然才貌双全。穆先生客气了。我听说江小姐对玄学、驱邪、画符样样在行。我呢，最近正对玄学感兴趣，还想请江小姐啊多指点指点。不知道江小姐愿不愿意收我这个学生呢？哎，这个人不对劲，老爷子知道我们的真实关系，绝不会在外人面前乱说。而且，看来你会玄学这件事也知道，太刻意了。那我们就顺着他的意思，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穆先生抬举了。收学生这件事情就算了，不过指点穆先生一些玄学知识是可以的。好，那往后可就要多叨扰叨扰江小姐了。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行。风总，江怀雪我已经接触上了，她没起疑心。很好，我会在明面上用公司的资源牵制谢重言，你趁机可以进行下一步计划。好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尽快完成。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谢重言必须死，江怀雪只能是我的。感觉你最近很忙，是公司出什么问题了吗？确实有些问题。风力之前被董事会联合罢免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说服了几个董事会成员，重新拿回了决策权。最近一直在用资源打压谢氏集团。他毕竟是从玄学界来的人，没那么容易被打垮。需要我帮忙吗？我不需要你帮我什么别的忙，只是最近中午在公司吃外卖，总感觉没什么胃口。
那我让管家每天给你送一次饭。管家每天还要照顾爷爷和家里的事，太麻烦了。那我每隔2天给你送一次饭。好，我马上吩咐人去准备一下。做顿饭而已，有什么好准备的？大家好，来了，快动起来！干什么呢？总裁夫人好。谢重言，你搞什么呢？这个，这就是你说的准备啊，他们平时就这样，比较热情，不用管他们。我们去看看今天吃什么好吃的，走。你们公司的员工好像都误会我们的关系了。哦，可能是我平时很少带外人来公司，他们想多了。对了，爷爷的生日快到了，要送什么礼物比较好？我爷爷他喜欢古董，等下班了，我带你去古玩市场看看。快吃吧。凤总，谢氏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江小姐今天提着保温箱到了谢氏总部，在顶层总裁办公室待了2个多小时。2个小时？是，不少员工说江小姐出来的时候衣角有点褶皱，谢总全程陪着，举止很亲密。谢重言，你要是敢动怀雪1根手指头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可谢重言有江小姐护着，我们的计划……你不懂，我不只要谢重言的命，我还要谢氏集团的掌控权，以及怀雪。我筹备了这么多年，不可能功亏一篑。你去通知穆威，在谢老爷子生日宴上，务必要拿到谢重言的贴身遗物，启动咒术。是，凤总。谢总，今天老爷子生日，我来敬你一杯。我去看看怀雪。请。谢总，你没事吧？脸色这么白。可能是酒喝多了，有点头晕。那我扶你回房间休息。江小姐可以去厨房要碗醒酒汤，刚好你醒醒酒。好，我去厨房拿醒酒汤，麻烦穆先生送他回房间。行。今天确实喝多了，让穆总见笑了。我先歇会儿。谢总，谢总。重言怎么样了？应该是醉得太沉，已经睡过去了。我已经拿到了谢重言的贴身物，计划已经成功。江小姐，老爷子在楼下叫我，我先下去了。哎，别装了，他走了。他拿走了平安扣和我的头发，应该是要拿来做咒术引子。我在他身上贴了追踪符，能找到他的落脚点。不过，他刚才给你的酒里应该有迷药。你没事吧？放心，我早已准备。喝之前我用了平安符，
迷药对我没用，只是这个酒劲儿有点太累了。那你好好休息。重言，你醉了，我去把醒酒汤热一下。我没醉，你不用热。怀雪，你对我到底是什么心思？我们是朋友，也是战友。只是朋友。那刚才在楼下，你为什么要帮我遮挡穆威的视线？为什么要在他身上帮我贴追踪符？可是我们现在……没有可是。怀雪，醒了就赶紧起来去洗漱，别赖床。怀雪，昨天晚上不是做梦吧？你觉得是做梦？行，那我现在就走，让你梦醒。哎，怀雪，不是梦，是真的。我们在一起吧，我会对你很好的。好好好，快去洗漱吧。喂，哪位？怀雪，是我。我和你奶奶想和你见一面，就在她的四合院，3天后可以吗？奶奶？好，3天后我会去。我去阮家见老太太，晚饭不用等我了。路上小心，早点回来。瓶子好端端的，怎么碎了？瓶通瓶，出门遇碎瓶，是不祥的征兆。江小姐，车已经备好，可以出发了。计划取消。等一下，江小姐，不好了，阮老夫人跟别人吵起来了，还摔东西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老夫人没事吧？老夫人，您别激动。现在走，去阮家，快点！哎，我的心怎么这么不安？可是老夫人遇到了危险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1小时后带齐装备来阮家找我，隐蔽待命。叶总，前台有位自称风力先生助理的人求见，说有关于江小姐的事，没有预约，但他坚持要见你。没有预约，不见。可是他说，如果您不见，可能会耽误江小姐的事。让他上来。你找我，有什么事是关于怀雪的？谢总，我是替封总来送请柬的。请柬？是，封总与江小姐的结婚请柬。封总说，他与江小姐是天作之合，今晚6点在这里举办喜宴，特邀您去观礼。请柬送到，我就先告辞了。
我去冉家见老太太，晚饭不用等我。陆氏小妾，早点回来。给我备车，马上！江怀雪，你怎么会来？不是你们约我来的吗？你们不是说今天来确定遗产吗？叫他来做什么？啊，刚才你们说等等，就是在等他。确定遗嘱？谁的？阮老夫人，还是阮先生？要是以前我这样说话，这对夫妻早就跳起来了。今天这么平静，看来阮家的目的比确定遗嘱复杂得多。你们今天叫我来，是觉得我亏欠了阮家，想让我做点什么？也不是想让你做什么。怀雪，我们听说你跟谢家还没有确定关系，所以我们也给你安排了一桩婚事。哼，江怀雪，原来你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。他们不知道又攀上了哪家豪门，这么着急把你嫁出去。既然是要嫁他，叫我来做什么？我可没兴趣看你们卖女儿的戏码。曼曼，还有一点小事需要你帮忙。我不帮，不管你们今天打的什么主意，我都不会听。什么叫打主意？我们养了你20年，要你点血怎么了？你说什么？要谁的血？我的？就一点儿，不会伤害你的。曼曼，你再为爸妈考虑一次吧。你放开我！你再这样，我就报警了。报警没用，曼曼别怕，我们都已经答应他了。如果不照做，我们都会没命的。答应了谁？是风总。谁是风总？为什么要用我的血？风力，他自己不来吗？还让你们出面？不知道怀雪这么想我，早知道我就去门口迎接你了。我说丁义林为什么能在八角亭布置阵法？为什么风力会借着阵法偷袭我？原来他们是一伙的，只是后面的那个人是白纯堂。你就是破我法阵，伤我徒弟，还夺走了玄武盾和青龙镜的人？实在不巧，恰好遇到。黄毛丫头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谁女儿？我的事情，其他人最好不要多嘴。不愧是怀雪呀，在这个世界也能精进到如此地步。还好当初我把你弄到了这个世界。原来我当初神魂流落到这个世界，不是意外，是你做的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做什么？要不是当初你救了不该救的人，咱们两个早就在一起。怀雪，你何必从9天走下，在这晕晕行走？不如跟我一起成神。您在说什么？是啊，风总，咱们这次来不是要设好法阵，练成功法大圆满吗？什么法阵功法？风总，您不是说要签合同娶怀雪吗？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我不过是发了一张请柬，是他自己乖乖的。你费尽心机把我引过来，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？怀雪，是时候告诉你真相。其实你不是普通人，你是天道，是大道50天眼49里那遁去的奇异，你是一线天机。不然，你以为你为什么活不到25岁？那不是早夭，那是你得道之后要在人间历练行走。什么？我是天道？不，我是人，我有自己的生活，有自己的感知。一具躯体而已，可以随时扔了。差不多了。
差不多了。这是朱雀和白虎的气息，原来这2件神器在你手里，所以当年你让阮老夫人保存的那个木盒，就是这2样东西吧？怀雪，不愧是你。当时我把那2件神器放到了阮家，布下阵法，用那2件法器接引你转世到这个世界上。玄武盾跟青龙镜是我故意放在你那儿，故意让我得到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你太聪明了，懂得去娱乐圈搜集信仰之力。你信仰之力收集的越多，神魂就越强大。可是你这凡人的身躯根本就承受不住。反正这4大神器早晚凝聚仙体，要让你归位，我先让你得到2件，让你稳固身躯。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你，但你还是没说你的真正目的。我只想知道，你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怀雪，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。不伤害我，那就是伤害我身边的人。是谢重言，你把我引到这里来，跟他有关。他不重要。不重要，你会特意把他绑来？看来他的身份也很特殊，是天道，是那49条法则的天道化身。所以你是想把谢重言拉下来，自己做新的天道？我是天地间后形成的一体意识，他能成为天道，我也能成为天道。我有资格，这种秘密是我能听到的吗？副总，我为您做了这么多年的事情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今天就全当我什么都没听见，放我走吧。可事实是，你已经听到了。既然来了，那就别走了。既然大家都在这儿，一起留下来当祭品吧。我不要，我要走，我要走。冯总，冯总，冯总，求你饶我一命！你说过，我只要把怀雪带过来，你就给我一大笔钱。现在钱我也不要了，女孩我也不要了，求你高抬贵手。你也配叫她女儿？爸，你醒醒，你别杀我！怀雪，你是要为他求情啊？他对你并不好，他自私自利，贪得无厌，他不配让你求情。风力，放了他们，这些人和你我的事无关。不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让你富贵了这么长时间，也到头了。不要！怀雪，救我！怀雪，救我！废话太多了。聚灵阵，是聚灵阵，是需要献祭的聚灵阵。把我们叫过来，根本不是练功法，是要把我们都杀了献祭。我跟你拼了！就算死，我要拉你做垫背！好身手，但是你今天赢不了。赢不赢得了，要试过才知道。这点本事还不够看。既然你那么想死，就替我挡了吧！怀雪，你赢不了了，你在乎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放开他！这上九跟了你那么多年，也没见他变得多聪明，精怪就是精怪，果然还是比不得人。闭嘴！怎么了？我说一句就恼了？你到底是喜欢谢重言呢，还是喜欢上九？我怎么觉得你护着上九比护着谢重言还多呀？怎么？我喜欢谁和你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你也喜欢我？
你行事狠辣，全无人类情感，居然也有喜欢这种情绪。这不重要，谢重言这个废物死了，我就会成为新的天道。婉雪，我会帮你修复仙体，我会让你变成天道。这个废物死了，咱们两个才能变成一对儿啊！献祭的人现在足够了，现在需要一个上古神兽的血液通天地。我看这狐妖就挺合适的。不，我不需要做什么天道。要是你敢伤害他们，就算你成了天道，我也绝不会放过你。怀雪，你想要的太多了，这两个你选一个吧。谢重言跟上九，我今天只放一个。你保证，我选了谁，你今天就绝不动他？我保证。放了上九。真可惜呀，早知道我就不让人弄晕谢重言了，真应该让他看看你是怎么放弃他的。现在可以放了他吗？可以，用他来换。闪开！你们早有准备。聚灵阵成了，我将变成天道，我将永生不灭。这是什么？这串佛珠是我用百年檀木和镇魂砂制成的，专门克制玄学界之人的修为，你解不开的。我一直以为我布了一个局，没想到局外还有一个局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是那晚在八角亭的时候，是我去拜访阮老夫人的时候，种种迹象表明你就是所有事情的幕后黑手，所以我才提前准备了这串佛珠，放在阮老夫人那里。你最大的错就是低估了我和她之间的信任。怀雪，如果没有谢重言，我们是不是没有如果？就算没有他，你也成不了天道。天道之所以是天道，不是因为力量，而是因为他懂得守护，而你只懂得掠夺和毁灭，你永远都成不了天道。无论怀雪选择谁，我都可以陪伴她一生，而这一点你永远做不到。现在四大神器全都找齐了，仙体也已经凝实了，锋利也解决了，突然感觉人生好像失去目标了。那你如今是要归位成为天道了吗？仙体凝实了，神魂就不会消散了，归什么位？怎么，你想赶我走啊？那我走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怀雪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生气了，你要怎么补偿我？我想补偿给你一个家，可以吗？什么？嫁给我，好吗？好。各位来宾，欢迎大家来参加谢重言先生和江怀雪女士的婚礼。今天我们齐聚在这里，见证这对新人的幸福时刻。幸福来得太快，来不及让我享受着我们特别关系。我话还没讲完呢，这对新人怎么先擅自行动了？我们先去换衣服，一会儿再来敬酒。
就像马士马喽，我偷偷咬了一口。